贪色的老财主在新县令家吃酒，奇怪，刚饮了3杯，忽然小肚子有些发胀。安大人，老朽告便片刻，去就回。解完手，老财主朱大头提上裤子出了茅房，一抬头，哎呀，他是大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呢？眼前走过去一个人，与其说是走过去的，不如说是飘过去的。哎呀呀，老夫活了60多岁了，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女子，怎么如此美貌？莫非今天大白天的，这是仙女下凡了不成？他使劲揉了揉双眼，想定睛看一看。哎，眼前根本就没有人，空荡荡的院落，哪有什么女子呀？陪在朱大头身边的贴身管家钱无能最了解他的主子了，极为好色，见了有点姿色的女子，他就走不动道。家里都有20几房小妾了，还是不满足。另外，这朱财主虽然是全县有名的第1大善人，经常做善事，但那都是掩人耳目，背地里他可是真真正正货真价实的大土匪头子。山上的土匪霸山鹰实际上就是个傀儡，暗中是听命于这位老财主朱大头。老爷，刚才的确有一女子经过，到隔壁院子去了。小的我之前听说过，这是安县令家的千金，名叫安翠珍，今年16岁，多才多艺，是美貌绝伦呐。哦，好啊。朱大头眼珠一转，没再多说什么，但是心里早已经打定了主意，一定要把安县令家这位千金小姐安翠珍搞到手。朱大头整理好衣冠，回到厅堂，继续与新来的县令安明段一同吃酒。酒足饭饱，告别了安县令，老财主朱大头就打道回府了。酒醒了之后，老财主朱大头坐在太师椅上，端起一杯龙井茶，喝了一口，然后扭头看了一眼身旁站着的管家钱无能。无能啊，你说我如果让王媒婆去提亲，那安县令会不会答应呢？啊，老爷，小的我早替您打听过了，那新来的县令安明段呀，很宠爱他这个女儿。这个小姐安翠珍呢，据说是曾经亲口说过，将来一定要嫁一个才貌双全的奇男子。您就这么平平常常的让王媒婆上门提亲，让她闺女过门来做妾，恐怕不会十分顺利。老财主朱大头用手捋了捋下巴上的一绺花白山羊胡，眼珠一转，想了想，哈哈，老夫有办法了。无能，你把王媒婆给我叫来，我要亲自交代。王媒婆一听说让他到县令家去说亲，脑袋瓜子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行，老身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朱老爷，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啪！朱财主一拍桌子，王媒婆，老夫还没把话说完，你怎么就拒绝呢？王媒婆立马被吓得呆住了，一动不动瞅着朱大头，因为他知道朱财主暗地里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朱财主朝他招了招手，王媒婆赶忙往近前走了2步。朱大头把嘴凑近王媒婆的耳朵，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好了，老夫先给你50两银子，事成之后更不会亏待你的。于是王媒婆收了银子，按照朱大头交代的，跑到新县令安明段的府上求见安县令。
这安县令还真给面子，亲自在客厅用好茶好饭招待着王媒婆。王媒婆有些受宠若惊：“大老爷，我只是个乡村老太太，您对我太客气了。”哎，古人云：“人生而平等。”您又何必自轻自贱呢？但不知王婆婆今日到此，乃为何也？你干嘛来了？王媒婆这才说：“我是听说呀，您家千金安翠珍大小姐知书达理，才貌双全，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老身我是特来打听打听，县令大人您打算为您的女儿找个什么样的家婿呀？我是想给您家千金说说亲，就这么档子事儿。”安县令安明端是哈哈大笑：“好，难为你呀，对本县的家事还能如此关心。我选择女婿的标准嘛，很简单，2个条件：一要人品好，二就是要有才，能占上这2样足矣。”王媒婆听完之后，饭也不吃了，起身告辞：“大老爷您就瞧好吧，我一定给您家千金大小姐说一个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几天之后，王媒婆再次登门，告诉安县令说：“恭喜大老爷，贺喜大老爷，乘龙家婿呀，我替您找着了。城东50里有一位朱公子，仪表堂堂，人才出众，身强体壮，出口成章，可谓是文武双全呀。另外他家家境殷实，富得流油。”安明端县令这么一听，很是高兴，说想要亲眼见一见这位朱家公子。王媒婆早有准备，他当即答应。第2天就领着一位风度翩翩的公子，带着1马车的好东西上门来送礼来了。进屋落座这么一交谈，安县令对这位朱公子十分满意，当即就告诉王媒婆说：“改日请朱公子的父母来吃一顿家宴，算是定亲，你看如何？”朱公子听后伤心落泪：“大人啊，实不相瞒，家父家母早已过世，小可我是个孤儿，定亲之事我自己做主就行了。”嘿，这倒是痛快，3言5语选好了良辰吉日，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到了大婚之日，这位风度翩翩的朱公子骑着高头大马，用8抬大轿将安明端县令的女儿千金大小姐安翠珍就给迎娶过门了。拜过天地之后，进入洞房。这位新娘安翠珍大小姐头上顶着大红的花盖头，坐在床头。时间不大，新郎推门进来了，关好了房门之后，来到新娘子的近前，话不多说，直接就掀盖头。安翠珍羞羞答答抬头一看，啊，眼前竟然是一个白发苍苍、留着山羊胡的老头子。你是何人？我是何人？我是你的新郎官朱公子呀！啊，哈哈哈哈！说着话，朱财主这朱大头他就扑上前来，双手紧紧抱住了大小姐安翠珍。安翠珍反抗不过，眼瞅着就要被朱大头给得逞了。朱大头反复努力，只可惜呀，因为这老小子家里有20几房小妾，他是常年劳累过度，关键时刻心有余，身体却再也不听他的使唤了。趁着朱大头低头沮丧的功夫，安翠珍抓住时机，由打头上噌的一下拔下别头簪子，对准朱大头的喉咙管，噗的一声就扎进去了。朱大头倒在床头，双手捂着脖子，挣扎了几下之后气绝身亡。门外守夜的丫鬟和老妈子们听到屋里动静不对劲儿，闯进来一看，是老爷朱财主已经死了，
他们大喊大叫，就惊动了家里的所有人。朱财主有个儿子朱小头，听说爹死了，是被新迎娶进门的小老婆给炸死的。他拎着一把菜刀就闯进了新房，举起菜刀要砍杀了安翠珍。可就在他看到安翠珍这张脸的时候，举在半空中的菜刀不动了。这小子被安翠珍的美貌所打动，他瞬间改变了主意，不但不杀安翠珍了，还要代替他刚刚死去的亲爹来做这个新郎官。他把菜刀一扔，刚好扔到了他爹朱大头的肚皮上。朱小头顾不得这些了，他猛然扑向安翠珍，就要强行无礼。住手！此时门口突然一声断喝：猪狗不如的东西，还不快快滚下床来，认罪伏法！原来是新任县令安明段早有准备，亲自率领着众衙役及时赶到，将朱财主的儿子朱小头、管家钱无能、王媒婆以及所有现场人员，包括朱财主的尸体，通通带回了县衙，严密封锁了朱大头已经死亡的消息，对外放出风去，说是已经抓获了朱大头，正在严加审问。果然不出所料，山上的土匪霸山鹰带领着几百名小喽啰前来县衙劫狱，被安明段县令来了个瓮中捉鳖，一举抓获。至此，一只横行乡里、危害一方多年的匪患，被这位文文弱弱的书生模样的新任县令安明段给连根拔除了。这也算是为他的3位前任报了仇，雪了恨。原来呀，这位安明段县令临上任之前，早已经过仔细调查，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大小姐安翠珍根本不是他的女儿，是安明段因为一段奇遇结交的一位江湖女侠，实际年龄都50多岁了，那容颜那身段，看上去依然是少女一般。至于什么被老财主朱大头用瞒天过海的欺诈手段骗婚迎娶大小姐安翠珍，人家安县令早已识破，不过是将计就计罢了。最后用引蛇出洞的计策引来了全部山匪，一举捕获，绳之以法。从此之后，方圆100里的小县再无匪患，老百姓是耕地养蚕，安居乐业，一派祥和的景象。